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青。上期说到，大师只看了一眼就学会了恶党的流水拳，瞬间结束了战斗。另一边，英雄们集结完毕，正式向怪人协会发起了进攻。在这大战来临之际，其余一边又在干什么呢？那么废话不多说，进入我们的解说时刻。不久前，英雄协会才通知了吹雪参加行动，但这会儿却突然取消了。不用想，他也猜到了，应该是姐姐干的。但上次被怪人协会的努 S 羞辱一事，他一定要报仇。杰诺斯修理完身体回来了，根据奇遇老师上次的提议，他让博士将力量属性尽情的加强，完成了攻击特化型装甲，但也有明显的弊端。如果火力全开，10秒就是他的极限，一旦超过限制，就很可能会没命。在奇遇家楼下，两人刚好撞上了。虽然杰诺斯很不待见吹雪，但也只是嘴上放放狠话。老师，我修理完回来了，我来了哦。奇遇，今天一定要好好开会。但房间里空无一人，桌上的水杯还装着没喝完的水，看样子是突然有什么急事出门了吧。刚想到这儿，门口传来了声音：“喂，我们又来打搅了。”奇遇、邦古和邦普走了进来。老师不在。奇遇不在吗？真遗憾，我们还打算之后和 King 一起突击怪人的巢穴呢。什么？已经查明怪人协会的位置了吗？好像就在这里不远处。正所谓灯下黑呀。几人正闲聊着，门口又来人了。没错，正是找借口跑回来的 King。刚一碰面就得知奇遇不在的消息，帝王引擎又蹦出来了。King， 你打算怎么办？是等老师回来，还是就我们几个人冲进去？当然是要等奇遇君了。不愧是 King。不用我下令，就在背后为我布置好了一切。接下来如果要打团战了，其余的战斗力可不能缺，所以就该我们新吹雪组全员一起去。我们怎么办？喂，不许胡说！如果 King 比别人晚一步出发，会增加其他英雄的负担。你们先去吧，我在这里等老师。和老师会合后，我们会尽快赶来。这样比较好。不是吧？不等奇遇先生就出发吗？好吧，没得选，火锅小分队除去奇遇和杰诺斯外，全军出击。有种不祥的预感呢。奇遇先生到底去哪儿了？另一边，童弟带领的一众英雄们已经来到了废墟城市，一眼望去就感受到了一股诡异的气息。King 先生呢？我记得他刚才还在队尾呢。刚刚 King 先生不知道往哪跑去了。我会尽快前往自己负责的位置，你们各自突击就行了。他就是这么说的。多么快速的行动啊！输就输在这一点上啊！我还以为能亲眼看到 King 前辈的动作呢，真可惜。他应该有自己的行事风格吧？为什么 King 先生不直接和我说呢？果然还是把我当小孩子看了吗？喂，你们看前面，街道的另一头有东西出现了，一个个奇形怪状的怪人涌了出来，好像有人来欢迎我们了。话音一落，更多的怪人冒了出来，不仅仅是前方，这里到处都遍布着怪人的身影，他们已经被包围了。这时，一块黑色的东西从上方落了下来，正好掉在两军中央。只见一双手缓缓从里面冒了出来，冲两边勾了勾手指。身后高楼的玻璃应声而破，一群怪人涌了出来。被保护在队尾的西装男显然被吓到了，看来怪人协会根本没有和他们商量的意思。这样反倒好办了，反正结果都会是这样。那么现在就是整个流程的高潮了吧？而此刻队伍正前方，那双手的主人已经整个冒了出来。我听说英雄协会的总战力会来，结果只是这样吧？这点人根本不够吧？包围我们的热能反应已经超过了150，还在持续增长。扔了你的玩具吧，童弟，计算这种东西根本没意义。喂，没有自信的男子们都躲到我身后来。没错，需要计算的是你们的罪孽。突然间，四周开始震动，地面出现了裂痕，显眼神色的一栋高楼缓缓上升，紧接着1栋、2栋、3栋全都拔地而起。这惊人的力量，毫无疑问是超能力者。超能力吗？是怨念。这些眼睛是被你们英雄杀害的怪人们的。大中眼大人将他们埋在我身上之后，我的力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幅。报仇的时刻终于来了，他们也在喜极而泣哦。这几栋楼要是砸下来，不用说，英雄们肯定会变成肉饼。正当众人惊慌失措的时候，一块透明的保护罩将他们拦在了半空中。这一幕斜眼看呆了，一众英雄们也纷纷松了口气。但下一秒，头顶的碎石块还是砸了下来。喂，龙卷，麻烦照顾一下后边。我为什么必须保护你们呀？
就在这时，性感囚犯站了出来，一招天使的拍打将石块都给推开了。你们，这里很危险哦。超合金黑光也站了出来，直接用身体硬扛了下来，就跟没事人一样。得救的西装男正要质问龙卷，却反被呵斥道：“如果不能自己做点什么的话，麻烦现在就回去好吗？在这里只会碍手碍脚的。”我也是同样的意见。哦，难得哦。英雄一边，有了 S 级英雄的出手，轻松化解了局面。这下邪眼就不乐意了，就让我看看你们真正的实力吧。很明显是要火力全开了。站立的龙卷，听说你的妹妹也是超能力者，我想到一个好点子。把你们姐妹俩的眼珠子都挖出来，相信会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实验呢。话说到一半的时候，龙卷的表情就已经变得可怕了起来。我就让你知道，对我们出手的话，会是怎样的下场。一瞬间，狂风四起，超能力之间的对决正式打响。望着天空中逐渐形成的黑色漩涡，他们终于知道为什么叫站立的龙卷了。上方展开战斗的同时，下方的杂鱼们也向英雄们发起了进攻，战斗一触即发。A 级第11位双马尾身穿小丑服饰，擅长抛接各种暗器，并不断循环着向敌人发起攻击。哼，街头艺人还是去地狱表演吧，混蛋小丑！怪人一边的狙击手扣动了扳机，可谁料有人早已经发现了他，一枪毙命，这便是一发手的实力。周围的英雄们甚至都不知道他在打哪里。怪人一边也是有脑子的，知道得先干掉敌人的狙击手，而且狙击手的近身能力一般都……哼，你们觉得我近战很弱吗？输就输在这一点上。这帅的掉渣的一幕引起了其他人的欢呼，但下一刻他惊慌失措地躲到了性感囚犯身后。怎么了？卡弹了。唉，输就输在这一点上了。突然间，一只怪人从地底冒了出来，扑向了一发手。性感囚犯还没来得及出手，怪人已经被缠了起来。伴随着他的喊叫声，这附近藏在地底的怪人都被一道藤蔓抓了出来。这正是 A 级第23位绿色的能力，能操控培养在体内的植物进行控制和攻击，但自身的营养会被植物吸收，所以身体很虚弱。趁着怪人被藤蔓限制，星月蹙眉进行击杀。他擅长用手里的弯月刀将敌人砍成两半。A 级第29位自恋一刻，请看我的竞争对手甜心假面先生，我这华丽的表演就要开始了。满嘴胡说的尖下巴混蛋！看似弱不禁风，实际上是个肉体搏斗型选手。打完还不忘接住还未落到地上的玫瑰花。怎么样，柔和表演？虽然第一次看，但挺有两下子的，或许有做明星的潜质。那便就是传闻中的无重力空中杀法吗？哼，给我去死！什么 ？A 级第32位影环，动作不错，你的忍术是在哪里学的？影环小声嘀咕了一句，和你不同，就赶紧跑掉了。我想也是，因为我成长的地方没有女人。看着大家的战斗，童弟也放下心来，比预想中的要厉害许多呢。毕竟是 A 级英雄，排除 S 级就属他们最强了。即使是其他 B 级和 C 级队员，也都有不错的实力。B 级29位双孔侠，能从鼻子里喷出空气炮。B 级50位喷射好小子改，身体能360度旋转，给敌人造成意料之外的攻击。B 级60位艰辛，手里的流星锤能如臂使唤，威力惊人。肌肉美少女主将水术，身体素质极好，能使用各种运动项目进行反击。撑杆跳、指标枪、指链球，就算被近身，也能用富有美感的肌肉夹死对方。但一旦敌人数量太多，就应付不了了。你的肌肉练得不错啊！得到了敬仰的前辈的赞扬，可把他乐坏了。C 级66位食物管家胖子，通过不停的摄入能量，能做到杂耍一般灵活的动作。C 级133位齿轮超能力，蹲在怪人堆里，似乎在准备着放大招。一瞬间，周围的怪人都被一分为二了，还以为是能力发动了，实则是原子武士弟子们的招式。一旁西装男正被一只怪人追着，一个酷酷的白发小哥拦住了他。他的武器是一柄不足以砍死怪人的小匕首，但只要划伤了对手，就会使其中毒身亡。想要杀死生物，不需要华丽的招式，倒是你根本不能战斗，为什么要来这儿？这话激起了西装男的怒意，那只装有机械部件的眼睛射出了激光，虽然只是破了点皮，但好歹也算是攻击吧。经过了众人的一番努力，终于将怪人给清理干净了。但童弟知道，这些虾兵蟹将绝不只是为了来消耗他们体力的，
刚想到这儿，街道一头又有怪人出现了，这一次似乎级别变高了一些，看起来就很难对付的样子。只见怪人队尾隐约有一个大家伙走了过来，来人正是为了迎接英雄们而刻苦锻炼的摔跤犀牛。没有大臣和干部们的出手机会了，你们这些家伙就交给我摔跤犀牛了。看着这狂妄样子就不爽，艰辛率先站了出来，必杀技暴力星，艰辛瞬间战败。暴力星25分。但犀牛话音刚落，躺在地上的艰辛突然笑了。人群中主将水树跳了出来，配合着他流星锤的尖刺，哐当一声收进了球内，必杀技支铅球，但依旧没给他造成伤害。30分。就在这时，人群后方一声枪响，一发手的狙击弹还是没能破开他的防御。刚刚的狙击也就15分吧。话音一落，他向英雄们发起了反攻，但这时居和铁站了出来。虽然勉强挡住了攻势，但这巨大的力量令他握刀的手都在颤抖。69分。趁此机会，一帮人的攻击都落在了他的身上。18分、12分、9分、20分、2分。摔跤犀牛的实力果然不是其他杂鱼能比的。就在不久前，大众也亲口告知他，他的实力通过不断训练，已经从虎级晋升为了鬼级，仅次于干部的级别，居和铁也快挡不住了。够了，居和，让我来吧。师傅，再给我一点。不行，不能让所有人都陪着你顽固。你是执着于砍断他的脚吧？我来。也不管来人是谁，犀牛一拳就抡了过来。好了，这里结束了，我们前进吧。好，还什么都没有结束呢。哦，对了，多少分？这时摔跤犀牛才感受到了身体的异样。不，我不甘心！混蛋大中野，你不是说我很强吗？连 S 级都能战胜，你骗我！依稀能听到他最后说了句100分。原子武士头也不回地走开了。看到此人的恐怖实力，一帮怪人没有想着逃跑，而是一拥而上，准备拿下这个看起来最强的家伙。原子武士只是用嘴里叼着的牙签一挥，离他最近的怪人瞬间成了碎片，然后放了个绚烂的烟花。你们和我交手，这点人不够吧？应了他的话，又冒出来一堆怪人，但下一秒就又消失了。游戏结束了，干活吧。闪过的 Flash 化身一道闪电，途经的怪人都被一分为二。另一边，一队怪人盯上了主将水树一行人。突然间，超合金黑光出现在几人身前。肌肉是需要休息的，你稍微休息一下吧。随后，在他一脸震惊的表情下，超合金黑光就这么跑了过去，碰到的怪人都被撞扁了。其他的 S 英雄们都加入了战斗，诸神正大口吞着怪人们，性感囚犯挥洒着汗水，为了保护身后的男人们。看到了吗，男性们，你们就稍微躲开一些吧。但如果不小心喜欢上了我，也是可以的哦。离得也太远了。突然间，一块东西从天上掉了下来，看样子应该是斜眼没错了。好强的怨念，面对龙卷居然还能保持原形吧？是吗？我可是什么都没感觉到呢。就在众人战斗的上方，一只眼睛正注视着一切。终于找到了，不能让你再看了。哦，我已经看到了，虽然还想看看 King 的实力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，这样就大概了解了。切，刚刚杀气正盛呢，不要在这个时候把我们叫出来呀。然后呢？你了解什么了，大中眼？看来地面上的怪人果然只是为了探寻情报的。接下来即将踏入怪人协会的英雄们，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呢。那么本期饿狼篇7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下期将会是 S 级英雄和龙骑干部之间的对决。喜欢本期视频呢，别忘了关注和订阅哦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麒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